斗破苍穹129集，萧炎为天火尊者炼符灵清丹，被天明宗的一尘登门找麻烦。随着空间躁动，紫黑火焰中，萧炎的身影缓缓浮现，伴随着一道低低的骂咧声：“这该死的火焰，给我回来！”就在萧炎的骂咧声响起时，那如同火山爆发般从空间裂缝中涌出的紫黑色火海突然停滞，然后在众人的呆滞目光中迅速缩回裂缝内。原本因火海而陷入恐慌的圣丹城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空间裂缝处的萧炎。那是萧炎，他竟然还活着！天哪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那些连丹塔巨头都奈何不得的火焰，怎么如此听从他的话？呆滞片刻后，有人认出了萧炎，窃窃私语声在城市中迅速传播开来。萧炎被无数怪异的目光注视着，有些不自然的抬头冲着玄空子三人笑了笑：“三位会长，别来无恙啊！”玄空子三人满脸错愕，说道：“萧炎，你竟然还真的活着！”玄空子深知星域的残酷，萧炎在里面待了8个月，却毫发无损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萧炎耸了耸肩，抹去空间裂缝，裂缝随之消散，圣丹城的高温也悄然减退。玄空子三人回过神来，仔细打量萧炎，眼中金色更浓。萧炎的气息与进入星域10天差地别。你将3000焰炎火收了？玄空子轻吸一口凉气，萧炎嘿嘿一笑，没否认。这时，小医仙突然闪到萧炎身旁，紧紧抓着他的手臂，脸上满是惊喜。萧炎轻声安慰道：“放心，我没事。”紫妍在小医仙身后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就说他肯定没事，我的龙印不会出错的。”萧炎又向天火尊者微笑道：“药老先生，让你们担心了。”天火尊者摇头，心中感叹萧炎的修炼速度，如今已是9星斗宗，实力突飞猛进。天火尊者说道：“最担心你的可是小医仙，你失踪的这段时间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进入星域。”萧炎看向小医仙，心中涌上复杂情绪。小医仙轻声道：“大家都很担心你，以后别做这些危险的事了。”萧炎笑着点了点头。随后，萧炎向玄空子三人拱手道歉道：“抱歉了，给丹塔添麻烦了。”玄空子笑道：“只要你没事便好。这段时间我没少受玄逸的折腾，而且你若是在我丹塔出了事，日后药尘脱困，定然会来找麻烦的。”听到药尘这个名字，萧炎眼中掠过一抹冷厉之色，心中暗想：如今3000焰炎火已得，是时候将老师从魂殿手中解救出来了。玄逸轻声说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进丹塔吧。你在星域的这段时间，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关于药尘被关押的情报。”萧炎心头一跳，压抑下心中的躁动，重重的点了点头。回到丹塔，玄空子面色凝重的说道：“据我们得到的消息，当初魂殿派人追杀萧炎时，就有转移药尘的念头，但因为丹会的事拖延了。但在萧炎失踪的这大半年里，他们已经将药尘从中州西域的名城中转移了。”萧炎面色微沉，拳头微微紧握，问道：“那现在老师被魂殿关押在哪？”他目光灼热地盯着玄空子三人，丹塔的情报能力比他一个人四处寻找强得多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事情会好办很多。玄逸缓缓道：“有线索，但不确定，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追踪到确切的情报。不过你不用着急，按照我们现有的情报，应该很快就能查清楚。”萧炎轻轻点头，这种时候他只能依靠丹塔的情报。玄空子安慰道：“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魂殿要药尘有大用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会轻易伤其性命。”萧炎道：“多谢三位会长了。”玄空子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另外，如果到时候得到了情报，就只能依靠你们的力量了。我们若是出手相助，必然会激怒魂殿，从而爆发大战。现在的丹塔并不是魂殿的对手，所以萧炎表示理解，丹塔能够帮我找到魂殿关押老师的地点便已经足够。若是再多相助的话，我心中也是过意不去。”玄空子有些过意不去地说：“你放心，不管怎样，魂殿也算是我丹塔的敌人，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来协助你。”萧炎抱拳道：“如此的话，那便先多谢玄老了。”玄空子建议，这段时间你便先在丹塔歇息，一旦情报到手，便可立刻动手。萧炎微笑着点了点头，手掌一握，一块玉片出现在手中，这是当初风尊者离去时给他的传信物，如今该是将他呼唤过来了。萧炎心中暗想，人手齐聚后，再待得获得情报，便可直杀关押药老之所，将之解救出来。他仰起头，轻轻吸了一口气，眼中闪过阴森杀意，决心要将魂殿给予药老的痛苦1000百倍奉还。萧炎手掌猛地一握，手中的玉片陡然爆裂而开。萧炎与3大巨头谈完后，便回到房间。他随口问小医仙：“这段时间没什么其他事吧？”小医仙轻声说：“半年前，叶仲因叶家事多，带着新兰失望地回了叶城。”萧炎微微点头：“叶家百废待兴，叶仲作为大长老，自然不能一直待在圣丹城，能等半年已见诚意。”小医仙又道：“这段时间，玄冥宗的人来找过麻烦，他们少宗主和2名长老在丹界失踪，认为是萧炎下的手，常来巡视。后来曹颖等人作证，说是木谷老人所为，丹塔也出面周旋，他们才不甘离去。不过我看他们你的恨意依旧不小，如今你从星域出来，他们若收到消息，
肯定会再来找麻烦。萧炎皱眉道：“一群冥顽不灵的家伙，随他们吧。若再来巡视，不用客气。”萧炎坐于椅上，目光在小医仙身上扫过，讶异道：“你的气息这大半年里也变强了不少啊。”小医仙抿嘴一笑，体内的毒丹对修炼有神效，这1年时间精进了不少。天火尊者苦笑道：“何止不少，如今你实力怕是达3星斗尊巅峰，这修炼速度极少有人能比。被控制后的恶男毒体果然可怕。”萧炎惊讶，若小医仙彻底爆发恶男毒体，连冰河谷谷主都能一战，这毒体果然玄奇。小医仙安慰天火尊者：“短短1年，你稳定在1星斗尊巅峰，突破至2星恢复巅峰，只是时间问题。”天火尊者叹道：“难啊，恢复巅峰超我预料，当年巅峰也不过5星斗尊，斗尊每级提升都极艰难，数十年100年不稀奇，我才会惊叹你修炼速度。”萧炎沉吟片刻说道：“正常修炼恢复巅峰需时，但其他办法能大为缩短。”天火尊者握紧茶杯，眼中火热：“你是说依靠丹药？”萧炎轻笑：“不知道药老先生听过茯苓清丹这丹药？”天火尊者一怔，随即激动：“可是那能令实力退化之人返回巅峰的茯苓清丹？”萧炎摇头：“茯苓清丹确有这作用，但不能直接返回巅峰，传言而已。我估摸，药老先生服后应能恢复到3星斗尊。”天火尊者不失望，从1星巅峰跳至3星已是迅猛进步。萧炎又道：“茯苓清丹是8品丹药，炼制繁琐，一般8品炼药宗师都难成功。”天火尊者迟疑，萧炎笑道：“这事交给我吧，药老先生帮了我这么多，该补偿。以前约定我帮他炼制容纳灵魂的躯体，他当1年护卫，1年已到，留他需多给好处。或许不久要去魂殿就要老，阵容越强越好，帮药老先生提升实力，把握更大。”天火尊者张嘴，客套话转悠一圈吞回肚子，点头沉声道：“大恩不言谢，这份恩老夫记在心头。”萧炎笑道：“等我休整几日，争取在丹塔情报到手前，为药老先生炼制出茯苓清丹。”说完，起身往自己房间行去。天色不早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丹塔有消息通知我，我可能闭关几日。小医仙3人点头，紫妍嘀咕不满又闭关之类话语。灯光柔和的房间中，萧炎盘坐床榻，手掌一握，一卷卷轴出现，是薰儿离开时给的地印诀后3印。萧炎之地印诀威力是地阶高级斗技，5印叠加，威力直逼天阶斗技。萧炎只学了前2印，如今强者越来越多，开山印与翻海印已显相形见绌，动身就要老钱，必须学会后面地印诀，多些手段。薰儿留的卷轴记载副地印、阴天印、古地印修炼法，萧炎实力足够修炼副地印，阴天印勉强，古地印还无能为力。按卷轴所说，古地印古族内少有人能成功，难度可见。萧炎不贪心，只一口吃不成大胖子，能学会副地印、阴天印，战斗力提升不少。打定主意，萧炎记下卷轴信息，闭上双眼，双手开始结动复杂繁琐手印。地印诀级别不低，修炼难度大，但萧炎非初学者，有前2印经验，上手容易许多。安静房间内，青年盘坐，面色凝重，双手变换手印，一丝丝奇异波动悄然扩散。萧炎修炼地印诀间5日迅速过去，副地印、阴天印印诀被他施展无数遍，废寝忘食下，副地印逐渐上手熟练，阴天印初窥端倪，彻底掌握只是时间问题。7天时，小医仙的到来打破了修炼，萧炎以为丹塔有了药老情报，欣喜时，小医仙却说麻烦找上门了。萧炎一愣，眼中掠过阴冷寒意。玄冥宗。小医仙点头，来的人不少，宗主想让你为他儿子偿命。萧炎面无表情，从床榻上行下，淡淡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看看他有没那资格吧。”话音落，他率先行出房门，人家都踩到头上来了，若避而不见，单会冠军名头会成笑话。在丹塔外是一片由光洁花岗石铺成的广场，平日里人流如织，是圣丹城人气旺盛之地。然而此刻，广场上的人流汇聚成庞大人群，中间空出一片空地，近100道身影笔直矗立，森冷气息令周围人色变。这群人一看便知非同寻常，大张旗鼓而来，来者不善，好像是玄冥宗的人。那领头的灰衣老者，难道是玄冥宗宗主陈天南？连这老怪都亲自出马，他们想干什么？听说是冲着萧炎来的，传言玄冥宗少宗主陈贤被萧炎杀了，老怪这次是来报仇的，难怪杀气腾腾，看来今日不好善了。听到周围窃窃私语，陈天南眼神微寒，冰冷目光扫过人群，被扫中者心头一凉，连忙闭嘴。玄冥宗可不是好惹的，一言不合拔刀相向不稀奇，睚眦必报，得罪他们下场凄惨。陈宗主，这里是丹塔，你带这么多人杀气腾腾的来，想干什么？一道冷喝从丹塔传出，丹塔大长老丘陵领众多丹塔强者涌出，站于广场上。陈天南目光冰冷道：“我儿子死于萧炎之手，今日我就是来找他陪葬的。”丘陵沉声道：“早与你说，此事得找魂殿的木谷，木谷有责任，萧炎也是凶手之一，交他给我，我立刻走。”陈天南阴冷道：“你当丹塔是什么？
说教就教不成？你陈天南还没这威风？丘陵恼怒喝道：“丘长老好大的威风！玄冥宗是我天冥宗下3宗之一，若连宗主之子仇都不能报，日后谁还信服天冥宗？”丘陵冷喝刚落，一道身影缓缓从陈天南身后行出，淡淡笑道：“丘陵微眯眼，来者年轻，身材新长，面容俊美如女子，眉宇间却隐含厉色，阴冷十足。天冥宗，奕晨。”俊美男子微笑，气度不凡，但名字传出时，仍感受到冷厉杀伐之意。天冥宗，奕晨。丘陵一愣，似想起什么，眉头微皱。奕晨，天冥宗那号称一修罗的奕晨。人群中因这名字掀起喧哗，目光惊惧，仿佛奕晨是洪荒猛兽。一修罗之名在中州不弱，是无数杀伐血腥累积的凶名，在天冥宗统治地域内，足以令人闻之丧胆。与凶名相比，萧炎若未获丹会冠军，名声也远不如奕晨。奕晨是天冥宗100年内最优秀弟子，实力恐怖，30岁左右达斗宗巅峰，隐有半只脚踏入斗尊趋势。天冥宗培养弟子方式血腥残酷，真传弟子修炼到某层次后，会进入宗门禁地，师兄弟手足相残，最后走出者成核心弟子。天冥宗功法也残忍霸道，能吞噬他人斗气和血肉。从禁地走出的人身上充满血腥，因永远留在禁地的师兄弟斗气和血肉成为大补之物。奕晨是唯一活着走出禁地的人，为天冥宗四处征战杀戮，实力飞速猛进。天冥宗以吞噬血肉增强实力的功法虽霸道，却有后遗症，修炼者达巅峰后都会在反噬中凄惨死亡，像催化剂榨干生命力或强大力量，虽短暂，但曾璀璨过，或许是历代天冥宗宗主所想。丘长老，此事算陈伯家事，杀子之仇不可不报，丹塔插手不妥。奕晨直视丘陵微笑道：“老夫早说过，杀陈贤的是木骨，你们寻错目标。”丘陵沉声道：“若非萧炎将我儿打成重伤，他们也逃不出木骨毒手，他逃脱不了干系。今日无交代，玄冥宗绝不会善罢甘休。”陈天南目光阴狠道：“你是在威胁我丹塔？”丘陵面色沉，冷声道：“哎，丘长老，这些年丹塔与魂殿对立，我天冥宗一直中立，若有些事解决不好，或许会将暗中盟友推向对方，对丹塔不是好事。”奕晨轻叹道。丘陵略微变色，奕晨基本确定是下一任天冥宗宗主，他的话不得不加些重量。丹塔虽强横，但类似天冥宗的庞大势力也强横，惹上了也麻烦。这种话，奉劝阁下少说为妙。以陈宗主身份对晚辈出手，传出去面子不好看。丘陵沉声道：“老夫不管晚辈不晚辈。”陈天南冷笑，咬牙切齿，声音未落。奕晨伸手拦住他，微笑道：“既丘长老如此说，看在丹塔面子，今日不强行要人。”陈天南一急，见奕晨嘴角森然笑容，声音在斗气夹杂下响彻天空：“那在下今日便在此处摆擂，请丹会冠军萧炎朋友出来略作切磋，不知这位名声大噪的丹会冠军可有胆量接下来？”丘陵面色大变，奕晨凶名在常人谁不清楚？萧炎应战必生死难测，心中暗骂。丘陵刚欲陈喝，却见面前空间微扭曲，一道削瘦身影若隐若现，在惊愕目光中缓缓浮现，心中暗叫不妙。身影浮现，一道平淡轻笑声如清风轻拂广场。既然阁下执意如此，萧炎退避怕为丹塔丹会冠军明显抹黑。既然这般，那这擂台我接下了。在丘陵面前，萧炎的身影缓缓浮现，奕晨俊美的脸上并未露出诧异，只是轻轻一笑：“你就是那个萧炎。”萧炎并未答话，平静地望着奕晨，对方身上浓郁的血腥味让他眉头微动。显然奕晨是个心狠手辣之人，不知手上染了多少鲜血，才培养出如此雄浑的血腥味。萧炎，别受他挑拨，这奕晨不是善类。丘陵连忙提醒。萧炎微笑道：“别人都摆擂了，还能拒而不战吗？”丘陵一滞，明白事情已无法调和。萧炎看似平和，但心中傲气不弱，一旦受到敌视，态度也不会好到哪去。萧炎加油！丘陵身后传来曹颖娇笑声，她亭亭玉立，丰满娇躯令不少男人眼中流露火热。这妖女的魅力实在惊人。嘿嘿，今天有好戏看了，丹会冠军与天冥宗修罗之战，这可是年轻一辈少见的巅峰对决，不知道谁会获胜。我看多半萧炎有些悬。奕晨虽只是斗宗巅峰，但能从斗尊强者手中脱身，肯定有真本事。是啊，萧炎擅长炼丹，非斗气之战。未必。萧炎能在星域待大半年，谁敢说他没底牌？周围人群窃窃私语，对这场大战充满期待。奕晨脸上浮现森然笑容，嫣红舌头舔了舔嘴唇，像即将进食的野兽，令人毛骨悚然。陈伯，我来替你出手，应该可行吧？奕晨问陈天南。只要你能杀了这小子，日后宗主选举，玄冥宗便站在你这边。陈天南眼中掠过凝色，阴森低声道。奕晨笑容更浓，如你所愿。而且我对这位丹会冠军的血肉也感兴趣。话音落，他轻踏而出，行至广场中央，泛着血光的目光盯着萧炎，比世间拳脚无眼，有心理准备就出来。当然，
你也可以找借口躲在丹塔庇护下，那样我们或许也奈何不了你。萧炎一笑，不用激将，现身自然不会缩回。好，不愧是丹会冠军，气度无人能及。奕晨大笑，笑容中透着嗜血。萧炎不理会奕晨目光，轻移脚步，行至广场中心。自从星域出来后，他再未出手。如今有人送上门当视角时，自然不会拒绝。一修罗的名头，他有所耳闻，从对方年纪达斗宗巅峰，明白凶名非吹嘘而来。但这在别人看来足以称雄年轻一辈，萧炎却觉得还没到横扫地步。这些年他见得太多天才。奕晨笑容更甚，脚掌猛跺地面，一股奇异劲道暴涌，大地剧烈颤抖，周围人群连忙后退。随着后退，一个足有20丈的石台从地面抬高而起，离地半丈停下，以此台为界，出现者输。奕晨含笑道。萧炎点头。奕晨眼中掠过赤红，他要的并非将萧炎震出石台，而是要彻底击杀。做这些只是想让萧炎等人稍稍松心，他与人动手不见血不会收手，否则一修罗之名也太儿戏。放心，我会让你忘却痛苦，你应该会感谢我。奕晨狞笑，脚掌猛跺地面，身形诡异消失。好快的速度！石台外响起惊呼。萧炎身形不动，瞬息后眼神微寒，一记鞭腿撕裂空气，狠狠飞踢向身后空间。砰！腿影带起残影，落到空间时，奕晨身影闪现，手臂横抬，生生接下，怒喝变掌为爪，磅礴血红斗气暴涌而出，一交手就全力想最快斩杀萧炎。手掌抓住萧炎脚踝，奕晨脸泛狞笑，让我试试，你的血肉与常人有何不同？是血化骨手！奕晨掌心爆发出恐怖吸力，萧炎体内血液紊乱，似要破体而出。察觉到这一幕，萧炎眼神微寒，心中冷喝，3000连心火在体内流转，顺着吸力暴涌而出。吃！奕晨手掌爆出白雾，脸色巨变，急忙收掌而退，掌心焦黑，若非斗气防御，手掌就废了。这便是一火吗？奕晨舔了舔嘴唇，心中冷哼，手掌隔空猛握萧炎。血爆！喝声落，浓郁血芒自掌心暴涌，奇异波动迅速扩散，将萧炎包裹。后者体内血液似沸腾，冲破血管。此人一身邪功，倒也有2把刷子。萧炎肩膀猛震，紫褐色火焰自体内暴涌而出，将他包裹。奇异波动在接触到3000连心火时自动消散。奕晨眼中掠过凝重，他这一手，即便是5星斗宗强者，若不注意，体内血液都会被强行扯出，但放在萧炎身上，连身形都未扯动一下。难怪能成丹会冠军，果然是有些本事。算了，还是不要与他纠缠太久，直接解决掉吧，免得横生枝折。奕晨心中掠过念头，眼中闪过嗜血赤红，深吸一口气，手印猛然变换。随着手印急速变换，奕晨身体开始缩水，血气从毛孔喷发而出，令他如血人般可怖。萧炎小心，这是天明宗的凝血大法，靠蒸发体内血液，或许短暂力量暴涨。曹颖见状，脸颊微变，娇喝道：“萧炎，到此结束了。”奕晨嘴角浮现狰狞笑容，施展凝血大法的他，斗尊之下难觅敌手，收拾萧炎手到擒来之势。奕晨脚掌一跺地面，裂缝迅速蔓延，几个眨眼间将石台笼罩，面前空间扭曲，再度诡异消失。奕晨身形消失，萧炎眉头一挑，迅速退后2步，眼中掠过红影。只见奕晨如血红鬼魅般闪至面前，五指成爪形，锋利指甲如刀锋，渗着森冷寒意。将你的血肉交给我！奕晨露出嗜血残忍之色，手爪直接对着萧炎心脏要害部位狠狠抓去。滚！萧炎目露寒芒，一道惊雷般的炸声在舌尖爆喝而出，经由焚诀，一火增幅的9星斗宗气息在这一霎毫无保留地爆发而出。